好，大家好，欢迎再度回来讲我们 Hidden Markov Model Lecture。那我们 Hidden Markov Model 是比这个Markov chain来的更为有弹性哈，因为大部分状况是哈，我们给定的sequential data 哈，有些时候啊是有部分的这些我们关心的所谓的这些 state， 它不是能够直接的透过观察所得来哈。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适合用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 Hidden Markov Model 哈来描述哈。那我们这个 Hidden Markov Model 其实呢，它最早一开始是在做这个 speech recognition 的时候好所发展出来的哈。那时候发展出来，其实是在一些数学的 journal 啊呈现出来。那大部分的人哈，特别是computer science 这边，或者说电子电机这边的领域的人呢，大部分都还不知道这些 Hidden Markov Model 的这个用途可以用在哪里哈。那所以说，直到说从60年代、70年代直到80年代的时候呢，才开始说有比较多的人注意到这个 Hidden Markov Model 哈。然后广泛的应用在各式各样的领域。我们做 Hidden Model 的应用呢，很简单的给大家一些例子哈，就是说我们可以讲说，譬如说，如果说我今天来做这个text 相关的研究哈，我可能要做之前讲过的part of speech 哈，这个 tagging 好，那这部分的话，用 Hidden Markov Model 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要做machine translation 哈，我们也可以用 Hidden Markov Model 来协助好。那在 bioinformatics 生物资讯上呢，其实也有很多用 Hidden Markov Model 的例子哈。譬如说，我们要做这个 sequence alignment 好，或者要做一个在找 bioinformatics 上找这个基因的开始的区域哈，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用 Hidden Markov Model 来协助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例子是说，我们来做人的一些 biometrics 的这些识别哈，譬如说 speech recognition， 那当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哈。那另外呢，还有是手写辨识的这个问题哈，还有这些gesture 的 recognition 哈，或者是说 activity recognition， 都可以用 Hidden Markov Model 来帮助我们哈。那不过值得说明的是说，这些 biometrics 的这方面的这个辨识呢，其实哈，我们会需要说把这些 sensory data 好，通常它是所谓的连续型的资料，把它转换成 categorical 的资料，然后我们才能够用 Hidden Markov Model 哈。再三强调的是，我们这边的 Hidden Markov Model 其实是主要针对 categorical 的资料为主哈。那至于说连续型的资料哈，我们是可以用common filter 哈。那这是我们在其他的部分才会再讨论到。Hidden Markov Model 是什么呢？哈，其实很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有一个hidden state 哈，这个 hidden state 是没有办法直接观察到的哈。那这个 hidden state 它形成一个 Markov chain， 那就如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 Markov chain 一样哈。那在 hidden state 跟我们所可以观察到 observe 的这些 sequence 之间呢，那其实它有一个关系哈，就是说我们给定了这个 hidden state 好，那我们可以依此来产出这些 observation 好。那一般来说 Hidden Markov Model 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很简单的 Bayesian network 哈，或者说 graphical model 哈。那我们之前讲的 Markov chain 的这种其中一个表示方式，就是用 graphical model 方式来表达，或者是 Bayesian network 的方式来表达哈。那除此之外呢，Hidden Markov Model 它也可以看成是一个 dynamic 的 mixture model 哈。那 mixture model 基本上讲的是说有一些各种不同的 state 哈，那我们把它厘清开来哈。那如果说把时间加进去，那就是比较接近是我们现在讲的 Hidden Markov Model。那我们这边来看看一个 Hidden Markov Model 的一个图示哈，这边也是一样，就是graphical model 或者是 Bayesian network 的一个图示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红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hidden state 哈。那 hidden state 它这边从左到右串起来哈，就变成一个 Markov chain 哈。那从这个 hidden state 往下走，就是产出来每一个时间点哈所有的这些 observed sequence 哈。那这个就是Hidden Markov Model 一个 graphical model 的表示方式哈。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真正看得到的就只有蓝色的这个 sequence 哈。
那红色的 sequence 是我们想要去猜到的或者去估计得来的哈。那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说，我们只能看到蓝色的这些 sequence， 怎么样得到红色的 sequence 呢？哈，那白话一点讲，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红色 sequence 它前后的关系，或者它具有某种的连续性哈，然后我们能够猜到说真正的 hidden state 是什么哈。那 observed sequence 呢，有些时候哈，我们必须强调是说它可能有一些 noise 存在哈，就是说它的测量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哈。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时间轴上的这些连续性来弥补哈。好，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再次看到 Hidden Mark Model 的 Graphical Model 的呈现方式哈。那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哈，除了我们之前讲的 transition 就在不同的 state 之间的 transition 以外哈，又多了一个从 state 产出来这个 observed sequence 好这样子的部分哈。那所以说呢，这个多出来的部分哈，就是我们叫做的 emission 哈。那前面的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transition 哈 ，transition 的部分就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用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来记录它。那这个 emission 的部分，从这个红色到蓝色这个区域，这个 emission 呢，那我们用这个 emission matrix 来表达它。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哈，它就是假设有 k 个 state， 那就是一个 k by k 的 matrix 哈。那如果说 emission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以下这边的这个 emission matrix， 那如果有 k 个 state， 然后呢，在每一个时间点哈，根据 k 个 state 当中的某一个 state， 它可能产出好分别是第一个不同的 value 哈。那整体来说，我们就要用一个 k by d 的这个 emission matrix 好来记录这个各式各样的 emission probabilities。好。那整体来说呢，就是有一个transition matrix 好，还有一个 emission matrix 合并起来哈，我们就可以完整的描述 hidden mark model。当然，我们这边要去强调的哈，跟之前讲 Markov chain 一样的情形，就是说哈，我们这个随着时间轴的推移哈，有些时候这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 跟 emission probability 其实它不见得是 always 是一个常数哈。那如果不是常数的情形呢，那我们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或我们这个 emission matrix 可能就会随着时间而有改变哈。那如果没有改变的情形，就我们说的 stationary 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当然就可以比较简单的用单一组的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跟 emission matrix 来完整的描述这个 hidden mark model。我们给定了这些transition matrix 跟 emission matrix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边练习来做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哈。我们计算是说，我们今天如果给定一个 hidden state sequence 哈 ，pi1 pi2 一直到 pi capital T 哈，然后再给定一个 observed sequence x1 x2 一直到 s capital T 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计算它整体的 joint probability 哈。那 joint probability 有两个部分哈。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的 transition 哈，那 transition 就是跟之前 Markov chain 的计算是完全一样的哈，就是 p pi1 哈，再乘以一个连串的这个product 就是 pi t condition pi t plus 1 condition on pi t 哈，一连串的 probability 乘在一起哈。那这边又多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emission 的部分。那 emission 的部分就是一连串的，是从第一个时间点到最后一个时间点哈。那每一个时间点，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个 pi t， 然后产出 pi x t 好，那这样的 emission probability 把它全部乘起来哈。那把 transition probability 跟 emission probability 全部乘起来，好，就是我们说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的计算方式哈。那如果我们今天知道了 transition matrix 跟知道 emission matrix， 我们就可以把它从这个 matrix 里面找到我们要的这些 probability， 把它整个乘在一起哈。那当然要再三的强调说，这些probability， 因为它可能都是小于等于1的这个的情形哈，那连乘起来可能很容易变成一个非常小的数，接近于0哈。所以说在计算上的时候呢，要记得说可以适时的取这个 log 哈，那让这个计算能够维持它的正确性。谢谢各位。